好，接下来关心中国大陆足球男足杀进了决赛，被视为是10年磨一剑吗？接下来周六会来直接对决的是日本，这一战不只是踢球，难道还包括了清算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这是来自于中国男足的最新震撼弹好消息，我们要来看到在1月17号这一天呢，U23男足亚洲杯的8强在互射12码击败了乌兹别克之后，是首次的闯入了赛事的4强，而在4强赛当中又以3-0再击败了越南队。接下来会在本周六晚上会对决到的是日本队，争夺史上首次的一个冠军赛。新华社是这样报道的：计划有变了，中国大陆准备夺冠。那这样子的一个口号是让中国球迷解了多年来的怨气。那我们也来特别关心到有这么样的一个好成绩，那 U23的历史又是怎么样呢？其实从2014年就开始创办这个活动，那中国队一共是经历了5届的比赛，3度小组垫底哦，但是也都没有进过淘汰赛，晋级淘汰赛。那这一支今天要特别关心的队伍是青春之师，一路从小组出现之后闯入4强，今天又即将要杀入决赛，被视为在低谷当中炸出了一条高光。接下来周六就是要跟日本赛对决了。对于中国大陆的足球球迷来说，是国家仇恨一次血洗吗？岳老师怎么看？我先讲8个字哈，我就是审慎乐观，林森履薄啊。这个长期来讲啊，我爱中华，我是中国人，我是大陆人啊。但是中国的足球队实在是太对不起我们了啊！这个我必须要强调啊，永远只有坏消息，而且一次比一次坏。那这一次的话呢，我先强调 U23其实讲起来不是一个正式，是说年轻足球，23岁以下，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呢，现在进入决赛啊，他第一次是打败了乌兹别克，乌兹别克的话呢，基本上是完全靠着大陆乌兹别克斯坦中亚5国之一啊，那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强队了啊。那接下来的话，3-0击败了越南，也没啥好高兴的啊。真正要值得一拼的是这个礼拜6面对日本，也是 U23啊。那为什么会审慎乐观呢？我审慎的原因是我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啦。那但是我可以想到，乐观的原因是这个趁势头之上能够一举成擒，能够打败日本，这个是非常高兴。那林森履薄呢，我会觉得说，面对日本来讲的话呢，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失败原来是视之为当然，现在新华社都讲说计划有变，本来的计划是准备输球啊，那现在是不准备输球了。但是我突然想到，我们应该乐观一点，因为我是在台湾的棒球岁月中长大的，我们从少棒打到青棒，打到青少棒、青棒，然后现在的话呢，我们这个棒球的话，现在俨然变成了我们国家至少在亚洲来讲是排得上名的前4名应该有了啊。这个足球就是这个棒球赛，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从年轻人开始一步一步的到现在，因为我觉得对于大陆的国足，唯一要能够改正它，能够让它发达的话呢，就是要从头练起，那么就是从娃儿抓起。那现在一步一步的话呢，青年人慢慢上来哈。那原来的国足的话，他们自己踢的也没啥意思，因为大陆原来投下了非常多的资本，搞到最后的时候，所有的那个企业家都会觉得说中国足球不能玩，再玩下去自己都觉得不晓得在干什么啊，成绩是极为可怕的。是这样子，所以说我是审慎乐观，林森履薄。好，这一场足球赛接下来周六的这个对上日本队也备受外界的高度关注。不过这一次打进这个8强赛，其实里面也有了捧出了一位新的足球英雄，他是未满22岁的门将。等一下请干哥来带我们看，他叫做李浩。8强赛的时候，当时刚刚提到了嘛，对决是乌兹别克，他做出了8次的关键扑救，互射12码力挽狂澜，那么也扑出了关键的球点，被誉为是 U23国足晋级4强的最大功臣。赛后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哦，李浩被队友高高的抛起来，他说呢，像今天这种场面哦，其实我梦到过好几次了，所以呢，大批的网友就帮李浩这个点赞，说他太牛了，世界级，第一次见到全是门将的紧急。干哥怎么看？好，大家知道李浩，他今年才22岁，10年前2016年。他只有12岁，听清楚，他自己背着包包到哪里？到西班牙的马德里的西甲，当做一个
这个青少年的观察员，也就是训练员呐。但是因为他在12岁的时候，他就展现他的脚下功夫，国家特别派他去，他背着包包就去了。那你不会讲西班牙话，对不对？然后因为那边英文也不通啊，所以就真的从头开始学习起。所以李浩他从那么年轻，他就在外面吃苦，然后这一次他能够扑下，我跟各位讲，扑下那个乌兹别克的球，那个12码，因为他们0-0嘛，到最后就比12码互轰啊。大家知道这个就是叫这个踢12码是最残酷的，就是那个守门员等于是在那边等于是挨着嘛，挨着那边球踢过来，你用全身的力量，以及你的意志，以及你的想象，以及你的什么，以及你的这个猜看啊，连看，点看，是这边还是那边还是这边？那个完全是你的一个对一个人的非常大的考验嘛。那李浩他才22岁，他救下了8个球，大家就可以想象得到，他怎么能够做得到？那我今天要讲这个，就是我们听起来很热血、很严肃的议题，后面有个更严肃的东西，就是说，你看到李浩，他从这么年轻去建立了这一次，他终于帮国家完成了，因为他没有救下来的话，对乌兹别克那一役没有赢的话，就没有后来对越南那一役。越南那一役赢得很漂亮，3-0啊。其实我跟你讲，我们在这个镜头前面都不太相信，这是中国队吗？中国男足在世界上出了名的差劲，为什么？等一下我有时间稍微讲一下中国男足为什么会差到这种地步。中国女足去年在那个自己的领土上，武汉女足队得到了亚冠赛的冠军，现在准备进入这个世界赛了。可是中国男足在亚洲根本连踢都踢不进去啊！曾经参加过5次，只有2次有踢赢过，然后呢，从来没有进入淘汰赛，都在小组赛就被淘汰了。你知道中国男足为什么会这么差吗？因为中国男足贪污腐败，每一次中国男足的总教练通通都涉及贪污。最近的一个总教练叫李铁，已经被抓了，判几年？判20年徒刑，贪污2.7亿人民币。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足球协会党委书记杜兆才跟着一起。他不是只有一个总教练可以贪污，他是整个系统都在贪污。还有那个程序员呢？哎，对，我跟你讲，我看人多了，那人名我都记不完。就是整个系统都在贪污。那个李铁多好笑，他在中国超足，就是中国最大的比赛。最后一场决战的时候，竟然用1400万人民币去贿赂对方，让对方假输，这就跟我们的职棒签赌案一样，打假球嘛，打假球是最让人家唾弃的嘛。中国男足经过这一番的这个丑闻之后，如今能够有李浩这样子的守门员帮中国守下了这一面的金牌，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讲起来了，这真的非常激动啦。反正我真的讲一句实在话，礼拜6要面对日本哈，真的尽力而为。我跟你讲，我们一定，反正就是要一改人家对中国男足的印象，不要再是那种让人家抬不起头来的那个样子。因为只要你愿意做的话，我相信中国人还是做得到的。好，中国大陆的男足是不是也是这个10年磨一剑呢？等一下请孙大千委员来带我们看，因为其实，在2015当时中国大陆的足球还是很不好的一个表现哦。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访问英国，那见了当时的时任首相，并且呢站在曼城跟这边拍照，跟前锋的阿奎罗旁自拍，并且他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公开喊话了。他说，2030年希望中国的国家队成为世界最强之一。那后来他也确实启动了一个新战略，他的目标是2050将中国打造成足球的超级大国。所以早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了。那我们看到他在 FIFA 中中国男足的一个成绩，在2015年的时候还是第81名，一直到去年2025年，其实还只有90名。为什么今年突然间好像说10年磨一剑，成绩爆冲？怎么回事？大千委员，今年 FIFA 的排名还没有排出来，就是我们刚才在讲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U23的这一场比赛哦。那么这个足球是中国大陆的国球哦，所以我想，如果这个习近平下了这个军令状哦，那么
中国大陆相关的这些单位都会把皮绷紧嘛，他们总要交出这张成绩单来。那至于说是不是马上就交得出成绩单来，没有人知道，因为球赛还有很多是运气成分存在的，就你今天的运气好不好，那么影响到整个这个球赛的结果。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发展这种运动其实最主要的关键都是在于你有没有职业球队存在。就如果你要发展足球，中国大陆现在是这样它发展足球是一种全国的运动那么它除了一般的这个民间的啦、青少年的、学校的、省市的，它其实还有所谓的职业球队。所以像中国大陆，它现在的职业球队有中超、中甲、中乙3个级别，每一个级别18支球队，总共54支球队。可是我认为他在发展职业球队的过程当中，这个方向是好的，因为有职业球队，大家才去当球员嘛，因为你才有出路啊，否则你将来没有出路啊，你到哪里去找工作？可是你在经营职业球队的时候，你必须要把那个规则定得好啊。所以就像刚才干哥讲的，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在职业球队的时候都归属于足球协会，然后所以少数的人就可以掌握住资源。